工作上一些不同意见呢，还可以理解。我看这个事儿啊，就不要再提了，好吗？林市长，你说完了。我们的提请抗诉书已经送上去了。啊？怎么这么快啊？是啊，公诉处的同志们意见都很大。陈检和张检他们都找到医院来了。唐书记，法院对周秀丽的量刑明显的偏轻，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受贿和渎职的严重性，在适用法律上，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怎么，郭靖同志，又要让我出来做裁判了？法律上的专家可是你们呢。唐书记，我们不是来请您做什么裁判员的，我们是来向您和市委汇报的。这个情况，你们是不是也向省检察院汇报了？是的，高处长正在向丁检汇报抗诉理由。林市长，我看还是等省高法的驳回吧。你叶检察长是何等人呢？你们提请的抗诉，谁敢驳回啊？他们就不怕你这个女包公手上那狗头铡扎到他们头上？林市长，你怎么这么说？我们检察机关可不是包公啊！我上次汇报的时候跟你讲过了，我们检察机关是济公。虽然穷，还是得主持正义。我们的手头上也没有什么鬼头铡，只有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使命和义务。打住，叶检，您这个话，我可是听出意味来了。您是不是又在想你们检察大楼的事儿啊？这个变相的批评我和市政府。林市长，批评市政府我可不敢，可我们检察大楼总还得见吧，是不是？是啊，总得见啊，总放那儿我也犯毒啊。可常山的财政情况你是清楚的，你们家老黄也知道了，是吧？市政府是有困难的，这阵子呢，为了社会保障啊，愁得我是焦头烂额。好不容易啊，请长工同志来到常山，只求到了500万。哎呀，算了，不说这些了啊。子金同志，就冲着你受伤躺在这儿啊，还想着你们检察大楼的事儿，我就得想办法呀。可以考虑找一个资金雄厚的建筑公司呢，带资先干起来，市政府做担保，我这个市长再难，也要为你们这帮穷技工啊，搞到一套新袈裟嘛。林市长，那我和检察院全体同志得先谢谢你了。谢什么呀？这又不是谁的私事嘛。你们检察院是吃的财政饭，常山政府和市财政有责任有义务帮你们分担解忧嘛。你们做得对，这个案子必须抗诉。丁姐，叶检让我务必转告您，抗诉的压力可能会很大。哦，市委不支持，朝阳同志是什么态度啊？市委现在也很难，唐书记现在的压力就非常大。是啊，听说马上就要处理干部了。不过子金同志啊，既然你们是吃财政饭的，有时候呢，多少也该听听市政府和我这个市长的招呼嘛。不能要钱的时候就找我们，办起案子来眼睛里就没有市政府了，是吧？比如对周秀丽的抗诉，如果抗诉理由不成立，省里驳回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抗诉被驳回的话，你们是不是可以就此罢手？不，林市长，如果事实根据没有改变，如果法律没有改变，如果驳回抗诉的理由站不住脚，我和常山市人民检察院的同志们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也许我们会去省里请求省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您一定要把周秀丽送上刑场才罢休，是不是？叶检啊，你知道现在外面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这我不太清楚，林市长，你说给我听听。算了，不说了。你已经受伤躺在这里了。林市长，你不说我也清楚。有人说
我和周秀丽争风吃醋，是不是？还不止这些啊！有人说，您不是说过吗？不能用无辜者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现在就有人说了，那也不能用自己同志的血或者改革者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吗？甚至有人直接把话说白了，您是要用周秀丽同志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哼，林市长，是哪位领导要给我戴这么高的帽子？我再请问，周秀丽是谁的同志？她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改革者了呢？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周秀丽在任城管委主任期间是做过一些好事，可是当年的张子善、刘青山都做过很多很多的好事情，在战场上还立过大功呢，不是照样判死刑了吗？当年杀张子善、刘青山，挽救了2万名，甚至说20万名干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所以高处长，请你回去转告子京和国敬同志，就说这是我和省高院的意见。好，不管压力有多大，有多少干扰，谁在干扰，都要依法抗诉，不能隐瞒。我们抗诉的量刑建议，就是要判周秀丽死刑，就是要警示那些敢于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周秀丽受贿情节非常严重，受贿和造成的后果也极其恶劣，罪不容赦。林市长，情况你都知道，那片门面房致使5·13大火的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血淋淋的事实。这个判决，苏阿福听到以后闹起来了，他说对周秀丽的判决太不公道。叶姐，请你不要这么冲动，这对你养伤不好啊！我今天来，本来是不想跟你说这么多，可我一来不想看到你进一步的激化矛盾，二来呢，不想再一次看到你伤害干部的心。叶姐啊，不要太理想化了，好吗？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你的原则性，你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勇气，这我很佩服，真的，我非常佩服。但我不得不提醒你，要面对现实。你冷静地想想，如果你们检察机关真的抗诉成功了，周秀丽真的被判了死刑，那常山的干部们会怎么想啊？林市长，谁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敢渎职。林市长，你也不要把我想得多么的高尚，也不要说怎么钦佩我承受不了，真的。我只不过是在履行一个检察官的职责而已。请问林市长，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代表了哪个领导的意思？长工同志的态度我是清楚的，自从这个案子涉及到周秀丽，他就一直在干涉，可我硬着头皮挺过来了，也因此狠狠得罪了王长工同志。好，叶姐，既然你这么说呢，我也坦率地告诉你，你得罪的不只是一个官员，还有一大批官员，甚至可以说是常山的一个官员阶层。是的，林市长，这是事实。我已经躺在这里了。昨天武成义找我来了解情况，我已经跟他说了，凶手不要从那些被害者家属当中去找，他们再不理解这个判决，也下不了这个毒手。凶手应该从那些受贿渎职的单位和个人当中去找，比如从苏阿福举报的名单当中去找。我很清楚，我得罪了他们，但是林市长，我不敢得罪法律，不敢得罪百姓，不敢丧失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良心。我懂。国敬同志，你们检察机关不敢枉法，同样，我这个市委书记也不敢枉法。
如果你们认为应该抗诉，那就坚决抗诉，一定要依法办事。那好，唐书记，我走了。郭靖同志，子京同志养伤期间，你可要多负点责啊！我知道啊，该挡的就挡了，总不能老拿夜检练吧？还有，不要什么矛盾都往子京身上推啊！子京同志现在是身心交瘁啊。你就放心吧，唐书记。那我走了。好。哟，好，林市长，啊，哎呦，老书记啊，又来了啊，你们谈，我跟唐书记还要碰个头呢。叶姐啊，工作上的事儿呢，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啊。林市长，请你也多给我点理解。哎呀，这个我知道，你们也难嘛啊，先走了。那我送送。走了啊。好，段处长，请你转告王省长，叶子京根本就谈不通啊。这个女人呐，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是啊，这样，我现在呢就去找唐书记，也准备跟他摊牌了。真太奇怪了，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了，这位市长大人怎么还敢公开为周秀丽说话？竟然还跑到医院来为她说情。这不奇怪，你看，案子已经判了，干部处理也马上开始了，可能就在这个月之内吧。而王长工呢，常委、常务副省长，而且还是处理事故的领导小组组长，在常山干部的处理上，他有建议权，而且有关键的一票。所以林永强，他必须讨好王长工，而且要看王长工的脸色行事。我听出来了，刚才林永强的那番话，可能就是王长工的意思。不是可能，肯定是代表王长工的意思。因为王长工已经在唐朝阳那儿绑钉子了。这个滑头的市长，难道他就不怕王长工倒台以后会连累他？连累什么呀？啊，许你们检察院抗诉，就不许人家发表别的意见了？你想想，法院判了周秀丽7年，是法院的意思吗？好好琢磨琢磨。唐朝阳看来要吃大亏了。你又跑到医院去了？我这叫没办法，碰到这样的检察长，我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要钱找我，我的招呼他从来都不听，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死活。这么说你们在医院吵起来了？我哪敢呢？啊！有您唐书记跟陈汉杰做他后盾，我他妈只能装孙子。注意点文明啊！注意你现在的身份。好，唐书记。朝阳同志要吃大亏，老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啊，林永强这样卖身投靠，王长工我心里没数啊。唐朝阳呢，坚持原则，一直不肯把你这个夜检撤下来，还支持你独立办案。王长工能善罢甘休吗？有可能就撤了唐朝阳市委书记的职务。如果真是这样，唐朝阳书记坚持这个原则就太不容易了。我注意自己的身份，我现在的身份是市长，还是常山市委副书记，对不对？那我提个建议，就检察院对周秀丽的抗诉问题，召开一次市常委会，以市常委会的名义责令检察机关党组撤回抗诉。林永强同志，我也明确地告诉你，我认为这个市委常委会没有必要召开。另外，我再强调一下，市委关于处理513火案的一些精神，中共常山市委必须依法办事。你这个市长要有法治观念，你必须清楚，依法治国的核心是要确立法律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权威。中共常山市委、市政府也要尊重这个权威，任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行为，在这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难道王长工他真有这么大的能耐，
省委和赵培军同志他们会听他的？当真没有公道和正义了吗？老书记，您估计朝阳同志被撤职的可能性有多大？8九不离10吧。如果想避免这种结果的话，那只好妥协。妥协？政治妥协？您的意思是不是不对周秀丽抗诉？王长工善打政治牌，如果跟他妥协，他会做这笔交易。请问唐书记，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什么？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对叶子京和检察院是否坚持了党的领导呢？能让他们独立吗？但我也反问一句，常山市检察院什么时候独立过啊？就在1小时之前，张国敬副检察长还就抗诉的问题向我做了专门的汇报。那这么说，这抗诉的问题还没成为现实啊？叶子京没跟我说实话。林市长，你又看到什么契机了？唐书记，我们不要这样感情用事了。现在叶子京受了伤还躺在那儿，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偏执，我们就研究一下把他换下来嘛。这个问题没有必要研究。不错，子京同志是住院了，可是这位同志没有倒下，苏阿福的炸药手枪没让他倒下，歹徒的刀子也没让他倒下。我们有些同志休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政治上扼杀他，我这儿就通不过。我们常山有这么一位检察长，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唐书记，为了这个骄傲，你会付出代价的。你们检察院能把抗诉撤回来吗？老书记，说心里话，我现在非常敬佩，也非常理解朝阳同志。我真心希望这位领导同志能够继续留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为常山市的500万人民多做一些大事实事。可我真的不敢拿原则、拿法律去和谁做交易。是的，是的。永强同志，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没有原则。你为了周秀丽的事情，居然把工作做到了叶子京的病床前面了。是不是王长工同志给你许了什么愿了？你是不是还指望在干部处理问题上，那位领导干部再投你重要的一票啊？怎么能这么不顾一切呢？我跟你谈了多少次了，永强啊，让你多想想人民的利益，多想想党的利益，多想想自己身上的责任。看来你什么都没想，你就考虑自己的私利了。永强同志啊，你身上究竟还有多少共产党人的气息啊？朝阳同志，幸亏您现在还不是省领导啊，您对我的看法只是你个人的看法啊。好，咱不说这空话大话。作为常山市委副书记，我有权建议召开市委会，这没错吧？那你认为多数常委会支持你的这个建议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会必须得开。对，开给某些领导同志看吗？这么说你同意了？为什么不同意？既然我们都是共产党人，那就让我们为真理而斗争嘛。为真理而斗争，嘿嘿，有意思啊，有意思。这就是说，我们唐朝阳同志手里掌握着真理。朝阳同志是常山市委书记，在他领导下的常山市，一把火烧死了156个人，他倒这么理直气壮，真理反到他的手里了。哼，他就是这么说的呀。在常委会上，常务副市长老赵就跟他顶起来了。那其他常委是什么态度啊？组织部、宣传部的部长都支持唐朝阳，其他常委没有表态。这么一来啊，我的提议就被否了。最后，唐书记还就依法治国大谈特谈了一番，口气非常生硬。好啊，在坚持原则的这一点上，唐朝阳同志做得不错啊。
王省长，那也不能不管周秀丽的死活呀，不能让检察院往死里整人家嘛。王省长，您看，下面我该做什么呢？小林师长，你说说看，还能有些什么办法？王省长，要不我再出面找找省检察院吧？不必了，丁检呢我已经去过了，谈的不是那么愉快。长工同志不但找了我，还找了省高法的白院长，他希望我们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酌情保护一下周秀丽。丁检，长工同志怎么不注意点影响呢？据长工同志说，周秀丽是个干过不少好事的女干部，历史贡献比较大。他再三强调，让我们不要冷了那些干事的同志们的心。丁检，那有些话我也不能不说了。王长工和周秀丽的关系呢，不是太正常，常山的干部群众呢都知道，大家的说法也比较多。都有些什么说法？王长工跟周秀丽呢是在江城插队时认识的，年轻的时候谈过恋爱，二人对这段历史也从不隐瞒。紫荆同志也跟我提起过多次，自从王长工调入常山市做过市长后，周秀丽就成了他手下的4大花旦之一。小林师长，我看你是不是到高法白院长那里去试试看？你代表常山市政府去谈一谈周秀丽的情况。好，那我现在就去吧。如果可能的话，我请白院长吃顿饭吧。吃饭就不必了，公事公办吧，别让白院长担惊受怕。王省长，我和白院长以前就认识。认识也不必了，这个该公事公办就得公事公办，在这一点上，你得向唐朝阳同志学习，王省长，那我和白院长约一下，先到他办公室去谈，好吧？那您看，您还有什么要求啊？后天呢，我要带一个事故处理小组到常山去开经验教训总结会，我已经通知唐朝阳同志了，请你们市委市政府2套班子一起参加。你呢，回去把开会的地点落实一下。好，标准要定高一点，让同志们吃好、住好。好，王省长，您放心吧。那我去过省高法，就马上回长沙安排。好，就这样。那我先走了。所以，我觉得王长工对周秀丽感情很深。考虑到个人感情，我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是人总会有感情吧。紫荆同志就很讲感情，他总是希望周秀丽能主动的自首。如果王长工同志能够因此坚持原则，坚持在法律的前提下谈个人感情，我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我担心丁检，你是不是担心王长工同志陷了进去？郭靖同志现在紫荆同志受伤住院，你临时主持工作，所以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多问一个为什么。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像周秀丽这样的案子，不到最后的绝望时刻，他是不会供出他的后台的。就像3年前我们在南平市投资公司搞的那个受贿案，老总非常顽固，他总觉得会有人保他，所以拒不交代，一直到宣布他死刑的时候，他才把他的主管市长供出来。周秀丽是不是会有后台？周秀丽和他的后台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利害关系？
应该好好想一想。丁姐，这个问题呢，紫金同志已经想到了，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周秀丽这边一宣判，那边就装病。据我们所知，已经有人要为他搞保外就医了。这就对了。周秀丽啊，就像南平市那个老总，他总觉得会有人保他，在实在保不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崩溃，就要一吐为快了。这个事儿你心里得明白啊，丁检察长。周秀丽这个事儿可是没完啊，你要抓紧时间挖清余罪。好的，丁检，我明白了。好。同志们，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个会呢，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啊，组织处理是免不了的，但是重点要摆在总结经验教训上。大家在思想上不要背什么包袱。为了把这个会开好呢，我呢跟小林市长提前打了个招呼，啊，要把伙食安排好，就算是明天拉出去枪毙，也要让同志们吃饱喝足嘛，是不是，常安同志？啊，长工同志说的对啊，我就得吃饱嘛，因为第一个被拉出去枪毙的，那恐怕就是我了。长安同志，不用这么紧张，枪毙不至于，我不过是开了个玩笑啊。但是教训要汲取，领导责任呢，也要进行必要的追究，是吧？同志们，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下最近听到的一些错误言论。有些同志说，常山这把火烧死这么多人，只判了一些小鱼小虾，那些大鱼大虾，怎么一个都看不到呢？我现在就代表省委省政府，郑重地告诉同志们，小鱼小虾没逃了，大鱼大虾肯定也逃不了。还有一些同志呢，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渎职干部判了那么多，又判得那么重。你比如说周秀丽，判了7年，还要抗诉，怕水涨船高。那我也负责任地告诉同志们，没有这回事，水还是那些水，船呢，也还是那些船。法院对渎职犯罪分子的判决，和省委省政府对在座同志们的领导责任的追究，这完全是两回事情。这主要是有一个爱护问题。哎，你好。我看看。你看看。当然，爱护也要讲原则，在这一点上，朝阳同志和常山市委就做得很好，有原则，讲法治。在省委常委会上，赵培军书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关情况呢，我也介绍了。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常山市委不容易这么大的一场火灾，上上下下涉及了那么多人，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压力，大家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的朝阳书记和小林市长硬是把它顶住了。朝阳、小林我这可不是丧事当作喜事办，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该肯定的还是要充分的肯定，你们说是不是？这首先得力于常工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王省长，
您今天呢，可是表扬错了。513大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我们唐书记掌握的好，我们只不过是执行罢了。有时候执行的都不得力啊。王省长，今天我要向您、向省委做深刻的检讨。我这个人呐，心太软，有的时候呢，爱感情用事。就这一点呢，唐书记是没少批评，可我呢，还没往心里去。今天听王省长这么一说，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原则性上存在着很多毛病。王省长，永强同志能有这个自我批评精神，我看非常好。在讲原则的这一点上，啊，你要好好的向朝阳同志学习。哎，是，包括我，啊，都应该好好的学习学习。林市长是干什么呀？他是检讨还是献媚呀？探视周秀丽，啊，你他什么人啊？哦，他是我老领导，我放心不下他。嘿，这拍马屁都拍到牢里来了。哎，对不起啊，周秀丽不能探视。您抽。哟，不是亲戚就不能探视了吗？啊，这倒不是。周秀丽呢正在抗诉，抗诉期间是不能探视的啊。您把这东西给他行吗？啊，放那儿吧。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常山这把大火烧死了156个人，同志们，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虽说火灾的肇事者和相关的渎职犯罪分子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可这远远不够。这场大火暴露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我请同志们反思一下，我们究竟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我跟陈汉杰同志就有责任嘛，在一些干部的任用上，在制度建设中，给你们这届班子留下了不少隐患。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已经做了2次深刻的检讨，前天我还向中央递交了引咎辞职的报告。哎，看来这件事儿麻烦大了。准备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绝不含糊。谢谢。这人还真做得出来啊！把自己领导给送进来，还跑来探视，就是。长工同志高姿态，作为前任市长提出引咎辞职，那我这个在职的市委书记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是严重失职，到长山已经1年多了，也忙得很，可是没忙到点子上。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没有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放在心上，忽视了安全的问题。对513特大火灾案，我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必须引咎辞职。朝阳同志啊，我就知道你会有这种态度，因为你这个同志的原则性非常之强对同志们的要求呢是比较严格的，那么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的严格。好同志，你的检讨我看也是实事求是的，是吧？永强同志虽然是市长，可是来长山时间必定很短刚刚是5个月吧。可是你呢，你已经来了1年多了你都瞎忙了些什么呀？能这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吗？
我看不能吧，同志。王省长，同志们，我也有责任，我也要求引咎辞职。啊？怎么回事啊？啊？哼！你们不要把今天这个会开成辞职大会，好不好？啊？小林市长，哎，还有在座的同志们啊，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总结表态的时候，不要开口就是辞职，闭口也是辞职。长山这盘买卖还要不要了？啊，我们的改革还干不干下去了？是不是？我把话说清楚，省里要引咎辞职的是我，市里，朝阳，那可就是你了。其他的同志呢，你们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啊，用行动给党和人民把这个损失挽回来。好，王省长，我不辞职了，我要求做深刻的检讨。朝阳，这件事让我忧虑啊。林永强市长也让您说准了。果然如此吧？啊，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好，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吧，再见。朝阳，啊，你可真忙啊！谁的电话？啊，是子京同志的电话，跟我汇报一下抗诉的事。哦，周秀丽的案子，高院准备改判了，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哎，这个子京也真是的，病了你还不好好躺在床上休息。哎，对了，朝阳，今天晚上不开会，我请你喝酒。不必了吧？哎，得喝得喝。我要感谢你老弟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啊，你我引咎辞职，承担责任，其他的同志就好处理了嘛。你说是不是？是啊。哎，你说你也真是的，还跑去看周秀丽，你不是找挨骂吗？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我真是放心不下他。不放心？哼，判7年还不够啊，还想把周秀丽给整死啊？哎，你别说啊，这周秀丽很可能改判死刑。那不正好称你的心了？哎，我可不希望周秀丽判死刑啊！哦，来啦！这肯定是你二哥。二哥来了。弟妹啊，老方，二哥，你二哥又来了。鞋，换鞋换鞋。别换了。来了。二哥，你吃了吗？我吃了，你吃吧。坐。弟妹啊，我也不愿意再来了，可是不来没有别的办法了。怎么了？朝阳，说说看，离开这个市委书记的岗位，想干点什么？哎，咱们一块儿开个公司怎么样？耳今迈步从头越。王省长想发财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发财？啊？做官不能发财，那这做生意也不能发财。这做生意也不能发财的话，那是国家的经济还发展什么？其实，我倒是想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工作。那也好。哎，去农科院做副院长怎么样？